大家好，这里是原盘点第2期。上期我们把 S 赛的宣传片进行了一个盘点，一起回顾了许多神级的赛前宣传片。很多观众表示，还没看够呢，希望能够再出一期。包括也有很多观众在评论区分享和讨论了他们心中觉得很好的宣传片。那之前的盘点我们更注重的是整个宣传片的氛围和节奏的把控。那今天的原盘点我将更聚焦于选手金句与视频风格上的创新，看看在电竞宣传片上又有哪些新花样。首先来看2017年的世界赛4强宣传片。作为 S 赛首次落地中国且有2支中国队参与的4强比赛，虽然那时拳头拍摄手法还比较青涩，背后的故事纠葛也较少，能挖掘的点不多，但整体来说，影片的节奏把控还是很 OK 的。如果能走到更远的话，希望能为中国队拿下第1个冠军。롱주전을 3대 0으로 저희가 이겼을 때 그냥 사람들이 맞다, 저 삼성이 작년 롤드컵 준우승을 했던 팀이지, 그런 생각들을 많이 했을 것 같아요. 잠시 까먹고 있었던 것 같아요. 저희도 그렇고. 紧张的话，其实我是不太有，因为已经跟他们打过这么多次了，更想的是要复仇。 사람들은 저희의 시대가 언제 끝날지 되게 궁금해하는 것 같은데 저희는 리그 오브 레전드가 끝나는 그때까지 계속 세계 최고의 팀일 거예요. 这次宣传片还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宣传片模板，但外滩炫目的霓虹灯在召唤师杯上流转的画面，搭配最后半关于 SKT 王朝的宣言，我们再结合了几个队伍和选手的结局，确确实实让人是有些唏嘘的。而2年之后的 S9， 拳头在审美和影片制作的水平上达到了小巅峰。2019年在东道主欧洲的热土上，拳头没有把重点放在落入俗套的放狠话上，而是将关键词放在了 Empires 王朝上。空灵的女声搭配上金碧辉煌的欧洲宫殿作为开场，这支 S9 决赛宣传片拳头融合了王朝覆灭与崛起的这样一个背景，打造出了电竞宣传片上美丽的结晶。 欧洲英雄联盟有史以来最强的 G2 只差1步就完成了全满贯，官方没有吝啬对他们的赞美。可随着 FunPlus 选手镜头的引入，又让观众们重新想起来，FunPlus 也是同样淘汰了卫冕冠军，终结了 IG 建立自己王朝的可能性。 People thought this would be the return of SKT, but we shut them down, and now we want to make our own empire. The greatest team in the history of League of Legends, taken down by the greatest team Europe has ever produced. FPX, get ready. G2 is heading to Paris. S9 那年的决赛宣传片虽然没有近几年那样挖掘足够深的选手之间的故事性，但他们依旧在镜头语言的美学表达上做到了位。 开始的场景锁定在了金碧辉煌的中世纪建筑里，利用空灵的音乐配合各种升格镜头，将古典厚重的史诗氛围拿捏得死死的。而上流了一段时间后，拳头又把画面拉回比赛场馆，对准了山呼海啸的观众。 如果我们 S9 这次拿了冠军的话 ，S8 跟 S9 我们 LPL 连续拿了2次冠军，那这代表我们是第1赛区。It's not just about me winning worlds. It's not just about G2 winning worlds, but it's about us winning worlds. It's Europe's time. 当历史的古典和厚重撞上新时代的电竞浪潮，确实感觉很高级，是一个挑不出毛病的顶级宣传片。当然，近些年的宣传片也不是说总搞一些史诗的美感的，在风格化的探索上，拳头也搞了很多新的尝试。
不一定讨喜，但我觉得尝试新东西而不落入公式就已经很值得点赞了。而 MSI 作为只有春冠才能到场的世界赛事，它更像华山论剑，荣誉也很重要，但比武展现自己才是目的，所以故事性上自然没有 S 赛那么强，属于重要但又没那么严肃的场合，也无疑非常适合拳头去做科研。21年，拳头在 MSI 的宣传片上开始做了大胆的新尝试，这是名叫《对抗赛前夜》的片子。拳头一改以往战队各说各话的固定流程，而是第一次采用群像互动短剧的方式来呈现。只能说在玩尬的上面，拳头也是认真的。Cheers, guys! We made it to the Rumble stage. It's so nice to have a night off to relax. 나쁘지 않아요? 아 뭐야 왜 여기 있냐? 야 여기서 우리가 제일 잘했잖아. DK, 你再想想，组内称王又怎样？赢了我们才算本事。Boys, don't forget about Armut. Hey, you guys are good, right? We're here to have fun, yeah? Honestly, I don't know. Is my friend or my foe? I must have exit draw, yes. 这片子我很喜欢的还是在收尾部分的画面处理，用模拟老式 DV 机来做转场，精致又狂放，很有趣。如果说21年的 MSI 只是稍微的浅尝了一些新风格，那22年的拳头就把故障风贯穿了整个 MSI 期间，把风格化拉到了极致。只是我个人来讲啊，不算特别喜欢大量的噪点与各种撕裂的效果，然后画面切的也很快，看着稍微有点晕。但综合来说，22年的 MSI 决赛和首日的宣传片都是很不错的。那非要让我2选1，那我还是觉得首日的比较好。이번 정류장은 부산역입니다. 지난 월즈에서 왕이 돌아왔다라고 했는데 I never left. 众所周知，22年 MSI 因为疫情原因 ，RNG 无法前往韩国，所以 RNG 该怎么在宣传片里出场，其实很考验拳头的构思和设计。而在首日宣传片中 ，RNG 这种以电子幽灵的方式登场，既符合整个 MSI 的风格基调，又合情合理，处理的既有趣又巧妙。我们回来了，想我们了吗？当然，拳头不只是处理的有趣，他们也很调皮。今年 MSI 的败者组宣传片上 ，On 就因为嘴瓢把 LPL 说错成了 LCK， 而拳头呢完全没有剪掉这个错误音频。然后虽然我们没有拿 LPL 的奖，只能说故意调皮。MSI 里目前我认为品质最高的宣传片，当属21年的决赛。当时拳头并没有把决赛当作常规宣传片来做，把平时大家看的宣传片的部分是点缀进了决赛开场 Open Show 的最后一个桥段。那整个片子足足有10分多钟，而前面8分钟都是选手的分享，而且分享的不是选手们的狂拽酷炫的荣耀，而是他们场下的痛苦和挣扎。拳头少见的把选手的另一面呈现了出来，他们是卸下了 ID， 重新自我审视的一个立体的人。这也让前8分钟的节奏非常慢，更像是一个纪录片，也难怪别人都是叉叉宣传片，而那次则是决赛开场。 일단 두려움이라는 게 좀 말로 표현하기 힘든데 其实能到世界赛的舞台上打比赛去表现自己是每个职业选手的梦想吧。 Something that in the moment you just feel and like it's a lot of adrenaline. You're nervous, you have pressure, but at the same time, you know that this is what you want to do. 而随着时间线的推移，节奏开始拉快，直到 The Racer 的 BGM 响起，之前铺垫的各种沉重的真实的情绪，全部成为了后面爆发的养分。
사람들이 뭐 그렇게 예측할 수 있을 거라 생각하는데 저는 사실 월즈 우승했을 때가 가장 행복하진 않았고 LCK로 승격했던 순간이 제가 생각했을 때는 가장 기뻤던 것 같아요. 21年的宣传片质量来源于多个方面，冰岛萧瑟的冬景、汉斯季默风格的音乐，配上选手们的独白，有一种悲壮的感觉，但你又觉得很真实，选手的每一句话都发自肺腑一般。也正因为前8分钟的沉淀，让大家感受到了足够的真实，才让后面小虎与 Showmaker 的发言如此的打动人。要知道啊，喜剧人小虎讲话一般来说都是挺让人出戏的，但这次冰岛 MSI 小虎却是扎扎实实的走心了，没有故作帅气的凹造型摆拍，没有唯我独尊的垃圾话，有的只是选手在萧瑟风景中的眺望和对于冠军梦想最原初的渴望。 제가 안 잊혀지는 게 중요한 것 같아요. 我希望我的后辈们能够记住，在你踏上职业道路上这一刻开始，你的目标就只有冠军。当然，因为篇幅的原因，我只放了后面的高潮部分，但我还是推荐感兴趣的观众一定要去回顾一下，绝对配得上 MSI 那么多年宣传片里的超级爆品。 去年的盘点，我们完整的回顾了 DRX 整个夺冠之路的宣传片，可以说是拳头在宣传片上的巅峰之作。今年啊，也看得出拳头想要复刻去年的成功意图。毕竟去年 Deft 最后一舞的史诗级剧本，让他们真的好爽了。对于宣传片的制作来说，最容易打动人的，无疑还是故事性。剧本越刺激，那观众自然越带入。可对于瑞士人宣传片来说，要想玩出花样，没那么容易。 而 S13 拳头开始采用经典的旁白模式，用 LCK 著名解说咆哮帝来作为整个 S 赛宣传片的影子，通过旁白话术来铺垫交代故事的背景，这样戏剧的张力就有了。 붉게 물드는 가을빛과 함께 서울이 서서히 깨어납니다. 꿈꾸는 이들 그들의 하루가 시작됩니다. 首日的这个宣传片，前面的群像是比较常规的。 그들은 한 팀입니다. 골든 로드 스프링, MSI, 서머 그리고 월즈 우승을 한 팀에게 주어지는 영광입니다. 그 어떤 팀도 아직 달성하지 못했습니다. 징동 그들이 도전합니다. 새로운 동료들과 다시 한번 트로피를 들어보겠습니다. 아무도 보지 못한 스테이지. 더 이상 실수할 여지가 없습니다. 모든 시합이 중요합니다. The grind, the glory. 골든로드 저희가 맡겠습니다. 宣传片的后半段，先是把剑指全满贯的京东作为主线，可在百阶灯神的主线之上，却是来自 LCK 王朝的缔造者 T1 和 Faker 来作为百阶灯神的守门员。那最妙的就是 Ruler 捧杯到 Faker 颜面痛哭的转场，再从过去切换到现在坐在王座上的这个画面。 在我们知道双方的故事背景的情况下，就能更加的感叹到啊，这组镜头设计之巧妙。这组镜头，我认为完全有机会去竞争电竞史上最佳转场，属于第一次看一定会很惊艳，再看依旧能够感觉到帅到流汤的程度。综合来说，整个宣传片前半段不错，后半段完美。而今年另一个我很喜欢的宣传片，来自半决赛第一天微博对阵 BLG 的比赛。 传奇与新生代挑战者的较量，全都把目光聚焦在了冰和 The Shy 之上。年轻人接管比赛的时候，现在是属于我的时代了。
빈 정신이 번쩍 들게 해줄게.其实后浪拍前浪这类题材并不新鲜 ，S11那年 Shoemaker 和 Faker 的半决赛宣传片就已经做了一次完美的范例。但这次我觉得好就好在 The Shy 的回应搭配上 Rice 主唱人声的切入，确实让人有种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一下子就把半决赛的气氛拉到顶峰，让我大呼过瘾。 半决赛上全都选择了在音乐上旧瓶装新酒。Rice 虽然是写的安掌门的故事，但对于当年登峰造极境的 IG 来说，确实有种 BGM 额外的加成。拳头确实也是懂观众的，所以当 The Shy 的低沉回应搭配 Rice 的高潮，确实让我们就心潮澎湃。而同样的处理，同样的视频节奏，可 Legend Never Dies 肯定是和 Rice 的味道不同，而同样不同的还有 Ruler 和 Faker 的故事。 所以 Ruler 和 Faker 的喊话呈现出来，是命运似乎冥冥之中已经注定的那种史诗感。去年输给 T1 以后，心里面一直想着复仇。今年4强再碰到 T1 的话，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命运吧。진동 아직 아무도 이루지 못한 골든 로드 달성에 한 발자국 더 가까워졌습니다. 2017년에 그때보다 마인드가 많이 바뀌었다 생각한 게 운명이 이끄는 대로 최선을 다하면 높은 곳까지 올라갈 수 있다고 생각합니다. 그들의 앞엔 아직 넘어서야 할 산이 있습니다. 저희가 갈 길은 이미 정해져 있습니다. 룰러 선수 잊지 말아야 할 겁니다. 모든 길은 결국 저를 통합니다. T1 在世界赛的舞台上好像没有输给过LPL，但今年一定会是第一次输。 오랫동안 수많은 팀의 상승과 하락을 지켜봤습니다. 끝에 서있던 사람은 항상 저입니다. 纵有旅途千万条，然而我是所有旅途的终点。与结尾Faker冷峻的眼神搭配浪花淘尽，唯我屹立不倒的宣言，只能说有些话确实是只有Faker能说，也只有他说出来才有那个味儿啊！实际上呢，决赛的宣传片和半决赛来比提升不大，无论是结构还是利益上，比起去年还是差点味道的。主要是微博和 T1 没太多能够深挖的故事，小富也难为无米之炊嘛。 所以虽然以 The Shy 来作为 Faker 的对应，但更多的还是往选手自己内部去深挖。 그들의 오랜 노력의 끝자락이 보입니다. T1 대 웨이보. 凛冬将至，是时候捧起全球总决赛奖杯了。 첫 번째 우승은 승리가 어떤 의미인지 제대로 이해할 만큼 성숙하지 못했던 것 같습니다. 두 번째 우승은 단 하나도 놓치지 않고 즐기겠습니다. 세 번째 우승은 저 자신을 위한 거였습니다. 네 번째 우승은 우리 팀을 위한 것입니다.
영광을 차지할 수 있습니다. 단 한 팀만이 전설이 됩니다.其实整段的精华还是 Faker 最后切入主题曲的那个转场，3冠为自己，4冠为队友，再搭配上如果拿不下决赛，队伍可能就要散了的背景，不是最后一舞，但 Family 侠也同样让人动容。S7 的鸟巢回眸到如今的微笑，大量曾经一起奋斗的过往进行的混剪，情绪一下子就让人到位了。今年的整个主题，我觉得用2个字形容就是呼应。过去的经典与现在进行的一个呼应，我觉得大家应该也能够感受到那种夺冠的决心，或者说境界，只能说伟大，无需多言。也说明了宣传片这个东西，你再多的技法，再独特的风格，本质还是围绕着人去进行的。故事性和戏剧张力的挖掘，才是宣传片能否让人印象深刻的关键。那本期的内容就这么多，这么多宣传片，你最喜欢哪个选手的桥段呢？欢迎大家在弹幕和评论区分享给大家。下次盘点可能就把目光放到赛区宣传片里了，看看我们 LPL 的和 LCK 的赛区宣传片有哪些各自的亮点。反正盘点也是盘点嘛，我对赞助植入这块还是很相信我们赛区的。那我是袁某人，袁盘点，有机会再见吧，拜拜。